得到了李嘉诚的投资，接近要上市了，没有成年了。他说我要结婚了，明明我可以的，为什么你不可以？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七爸爸不为人知的一面。嗨，大家好，我是 Rich， 欢迎来到富有话说 The Rich Show。那上一次 podcast 呢，我们来聊了一下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那上一次呢，也收到很多同学非常好的反馈，也跟我们说呢，他们确实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而感到非常的迷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去面对迷茫啊。那七爸爸上一次的影片当中呢，你也分享过，之前呢你也是有面对过迷茫的。那当时候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以及你后来是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解决迷茫这个事情呢？我的迷茫最重要的迷茫时期啊，就是04年到08年啊，这个3到4年的时间里啊，其实当时呢我是刚结束了我的第一次的创业啊，失败了，做回了咨询顾问，做了短短的2个 project 之后呢，也感觉到就是不感兴趣，不想做下去，那接下来做什么呢？我就试了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当然呢中间也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事业上做什么啊，然后也当时因为太专注于事业，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和家里家庭的投放啊，所以呢自己也不开心，身体也蛮胖的啊，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呢也吵吵闹闹的，所以也不太开心，所以当时整个人生是不太开心的啊。那为什么事业有这样的挫折呢？其实这个还没有想通之前啊，我是在08年想通了整个思路啊，但是08年之前呢，其实当时我的自幼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呢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要成功，要艰辛努力，要永不放弃，这样去拼苦干。这个其实你有没有听过Robert Kiyosaki 有个作者叫《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有，他就是那本书或者整个系列里面有个叫富爸爸，有个叫穷爸爸，两个角色带出了2个不同的可能是富人和中产的思维啊。那其实我的前半生就是在04年之前或者08年之前的前半生呢，我走的是这个穷爸爸的路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从小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当时穷得要命，也被香港当时一来外来的移民被欺负，所以我从小呢就非常想要成功。那成功自幼老师教我们怎么样呢？要艰辛努力，要苦干要这个吃苦，对吧？吃苦耐劳，将勤补拙所以我就非常的听话，因为我非常想要成功，所以也是中学也念得蛮好的，然后香港的会考也考到了所谓的叫状元这个非常好的成绩，拿了奖学金，到美国4年内完成了5年的电机工程的硕士和学士的那个课程毕业了。找了份工作，好像是很成功了这个工程学院毕业的时候，毕业的分数是全学院里面第2高分的，所以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因为我读工程，完全是因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高的工作做工程师收入蛮高的，但并不是我的热衷热爱，所以一旦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提不起劲起不了床去不了这个没有那个干劲去工作。3年之后我想想可能那时候我在做工程师，看到那些Business Week 商业杂志里面那些资讯顾问，哇，收的工资很高嘞，对 CEO 对话嘞，给他们出主意了，做商业的那个策划谋划嘞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做那个咨询顾问，怎么去做呢？然后我就考了一个 MBA 也进了芝加哥大学念了 MBA， 毕业之后也真的是给麦肯锡和 AT Kearney 做过咨询顾问，但是又是一旦到了工作的时候又是起不了床这个就是找不到那个工作的干劲。我记得当时候你分享过，你1个星期里面工作的时长，我觉得除了工作就是睡觉，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最高的时候试过1周是80小时，
而且做资讯顾问的时候，因为经常 travel 啊，要这个出差啊，所以你晚上回到酒店也没事做，唯一可以做的就工作。你不工作，人家就像怪兽一样看着你，你这个人怎么不工作？所以当时都是工作狂啊。其实我提不起劲，不仅仅是工作时间长，我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是转速比较快，喜欢新鲜的东西。一旦要沉闷的来做一些比较routine 的刻板的工作，马上就提不起劲来了这个我后来才知道就现在我的那套系统里面，我叫创造者我是喜欢创新的。一旦枯燥无味的重复的工作，我就这是我的对家就是我最不喜欢做的就是重复的工作，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要自己做老板呢？因为传统的概念里面做老板就好成功了，对吧？所以我在1999年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商业计划书，也是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拿到了一些 funding 回香港创办了纺织交易网是个 B2B 的这个电子商务。其实我当时还是做了 OK 了，蛮不错的。李嘉诚也入股了，也收购了一个 ERP 公司啦，也是做的蛮大的，蛮成功的，但也是提不起劲来了。所以我到04年离开了自己创办的公司之后，我在想我接下来做什么，对吧？04年我才35岁，我接下来做什么？自己创业做过了，提不起劲，也没做好。打工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啦，或者是之前 IBM 的那些工程师的工作啦，也提不起劲来所以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干劲，人家批评我虎头蛇尾，不脚踏实地，整天都是天马行空，在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不好好的干好工作。所以我从04年这个离开了我自己创办的公司之后，我在想如果再创办一个公司，我之前的公司还得到了李嘉诚的投资，还做得蛮好的，接近要上市了，对吧？我重新再开始好像又要从零开始，也未必能做得更好。打工嘛，我又做了2个咨询顾问的项目又是提不起劲来。所以我当时这个工作到底应该做什么是很迷惘的。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迷惘。所以为什么我迷惘？原因就是如果人生的宝藏是在一个财富的箱里面，外面有一个密码锁锁住了，而那个密码锁里面有7个环包括你的热衷啦，你的天赋啦还有你的人生的使命啦等等你这7个环没有全部对齐的话，你是打不开的话，其实你人生的那个精彩绽放都没有打开，都没有释放出来。而且还有一点人家就批评我，你经常放弃，你看你创业做了几年又不做了，自己离开了，你做这个工作没做2年又不做了。这个我有一个亲戚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人家书念了这么多，家里还这么穷还不好好的去这个脚踏实地的来干份工作，对吧？所以当时同学也好，亲戚也好，周围的朋友也好，都给我好多的意见。但是我那些意见越听越不靠谱，越听越觉得自己哎呀好像很失败啦，又很迷惘啦。当然今天回看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要接受了那些意见的话所谓的要脚踏实地啦，永不放弃啦，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之后的精彩的人生就跟我无缘了还好就是当时我还是不断的在找，觉得有点好像不对头了。关键是到了08年我的太太启发了我，其实她一直在跟我讲，只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有自己的固有的思想，固有的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 bullshit BS OK。 所以呢他跟我讲什么什么要轻松致富，我说不劳而获对吧？你不付出怎么能收获能轻松又能赚更多钱的吗？怎么可能呢？你要艰辛努力所以其实我在03、04年开始涉及到房地产包括投资。其实我投资和房地产是轻轻松松赚了好多钱的，但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信念系统是要艰辛努力，所以房地产轻轻松松赚了这么多钱，肯定是不务正业。来，这个是非常的艰辛努力的我要继续的艰辛努力广东话叫含头买成所以是把头撞在墙上走不通这个就对了这是艰辛努力的，继续撞下去，永不放弃，希望有一天我的头可以把那个墙撞破掉然后就过去。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旁边有条路，为什么不走？所以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是这样。没有，我的老婆一直跟我在讲啊，就是你妈妈啦，一直在跟我讲。但是每个人都有固有的信念系统啊，我们从小就不断的从周围啊，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我们的家长，对吧？所以富人的儿女的教育是富人的教育啊，中产的是中产的，穷人是穷人的啊。然后我们要突破我们固有的啊，累积了那么多年的那一个 belief system 啊，或者叫 BS 啊 bullshit 啊，其实是需要有一天突然之间顿悟啊，就是突然之间。那当时呢，我也是上了好多的个人成长的课程啊。一开始是越上越迷惘，人家上课的那些同学就说：“Alan，你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们是很善意的，人很喜欢给意见，很善意的给了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可能对他们适用，对我不适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所以到了08年，我想通的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啊，在我的那个轻松致富的那一个课程里面，我绝对不会给人家一套，这就是成功的路径了，成功的方法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是要帮每一个人找到他自己的那7环，什么是你的热爱啦，什么是你的天赋啦，什么是你的人生的目的啦、底线啦，等等等等啊，7样东西，然后真正的找到了属于你的那一个工作，属于你的那一个价值。你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在等我嘞，我不做，我好像有亏这个世界了，我不做好像对不起世界万物了，是对不起在等着我的人了。这个时候这个动力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刚才说了，05年之前做这个也做不做了，做那个也不做了，对吧？05到08年更加的迷惘，什么都做不下去。08年开始到现在没有停过啊，这个工作没有停过啊。我没有计算，以前是在做麦肯锡时在看表的，什么时候能下班了，对吧？但又不能下班。现在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的啊，已经到几点钟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说，你刚刚讲到你04年到08年是你最迷惘的时候啊，其实当时候啊也是你的儿子刚刚出生没多久，也就是我啦。当时候我是1岁多，但其实我对于这个回忆其实是没有太清晰的，我是事后长大了，哦，原来当时候你是经历了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家庭上多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4岁，然后一个儿子也1岁多，会对你来说造成了压力吗？或者是会不会给你另类的动力之类的？绝对啦，这个我开玩笑啊，我说如果家里没有儿子和女儿的话，我出家做和尚去了，对吧？当然，这个做和尚可能是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好的一条路啊，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当时是逃避现实，因为我看不到现实生活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太痛苦了，想要找一个地方去逃避啊。然后想想儿子才1岁，女儿才4岁，这样就扔下这个家里人，扔下给我的太太啊、老婆，我去做和尚，这个太自私了啊！所以生儿子是可以让一个人成长快一点。你什么时候生儿女我从来没有给他压力的啊。不过真的是啊，这个有了家庭之后，男人感觉到这个责任大了，开始思考的东西多了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我的儿子这个 Rich， 你几岁问我啊？你说你要结婚了？我21左右。没有到21，没有到21，没有到接近21的时候，他来问我啊，但是没有成年了。他说：“我要结婚了。”成年了，只不过在香港的法规里面，就是你还没有满21之前，你要结婚的话，你是要那个监护人来帮你签名，那就是没有成年了啊。OK， 我说好啊，对吧？不是我逼着他去结婚了啊，但我感觉到。你有了太太，你有了家室之后啊，所以他后来又说要养只猫，我说好啊，因为起码做个猫的主人也是多了一个家庭，多了一个成员啊。人家是说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我觉得相反也是一样的，责任越大，你的力量也一定要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啊，不要等什么财务自由啦、发达啦才去做什么事情，做了之后你没钱，你就要想着去搞定。你刚刚说你08年醒悟了，那除了我妈就是你太太跟你说了，哎，原来要轻松致富。那除了这一个关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啊，导致你是那一刻醒了啊？或者是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意识到什么，导致你不能再走你以往那一条
艰辛努力的路，而是你要去做一个改变呢？你当时候有没有对，想到什么？当时其实啊，04年开始我就不断在上不同的成长的课程，包括成功学啦什么啦，总之有什么课程，我太太都把我拉过去上啊，我们付了好多的学费啊，一方面没有太多的收入，一方面就付了好多学费。那我是刚才说过，越上是越迷惘啊。后来想通了一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走的那条路，我擅长做的工作啊，不是另外一个人擅长做的工作。但是呢，你在课程里面，大家都看的同一个成功人士，同一个榜样啊，学着做同一个技巧，对吧？你学了某一个技巧，某一个策略啊，大家都往那里做。那有些人会做得很好，有些人就做得很糟糕。所以我的一个顿悟发现，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吧？每一个人的天赋不一样，有一条路是只有他是最适合的，人家要走他的那一条路就会辛苦一点。那如果他不走自己的路，去走人家的路，他就会辛苦一点。我当时是不断的看，我也很想成功，但是不断的看人家成功的方法，我去模仿，我是做了我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我很辛苦，然后还反而责怪自己，为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做不成功？大家也看着我这么失败。我的醒悟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就后来讲了故事嘛，对吧？如果我是只鸟，我看人家游泳很成功，我去学游泳，那我怎么游？最多只是变成一个企鹅，对吧？不会变成一条鱼那么轻松。但我可以飞啊！我飞的时候，那些鱼要来跟我比飞，那他们就很辛苦了，我就很容易展翅高飞了。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了整套系统啊，这个现在的我的学生很幸运有那个致富8道的系统，一测就有8条不同的道路，每一条道路有一些工作他们是最适合做的，对吧？那我那条道路叫创造者，以前人家批评我的东西，全部只要我发挥出来都是我的优势。比如说创造者喜欢新的想法，新的 idea， 天马行空，人家说哎呀你不脚踏实地啊，就是因为我天马行空。你看看马云，你看看Elon Musk， 你看看那些创造者的人，对吧？他们就是疯狂的乔布斯有那一个广告，对吧？因为这些疯狂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世界，他们真的改变了世界。哇，我听了这个之后眼睛都流泪水，对不对？就是有共鸣是不是？但是你要我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就 terrible 了，就太糟糕了像 Richard Branson 他也是个创造者，对吧？他创办了这么多的公司，然后他跟那个 AirAsia 的那个 CEO 两个都是创造者，他去那个 AirAsia 那里做空中服务员，然后他就把那个奶茶倒在了另外那个 AirAsia 的老板身上了 terrible。 马云去找工作 KFC，谁都聘请了24个人应征，23都聘请了，就是没有聘请马云。所以创造者去打工是 nightmare， 是个噩梦。但是还好马云没有在 KFC 工作，还好这个 Richard Branson 没有在 Asia 工作，他们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做到了我们所知道的马云 Richard Branson、Elon Musk， 对吧？所以还好我没有接受那些人的脚踏实地啦，不要天马行空了，那今天你们才认识7、8把，对吧？所以我找到了那条路之后，我就只走我自己的那条路。之前我还要去 party， 还要认识新的人，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多的工作我就不做了不做之后找合作伙伴，找队友，找其他的人或者交出去，我自己不做。那我只做我自己的事情交给更擅长做那件事的人。大家能不能想象，过去08年是我最后一次有这个 business card 这个名片之后现在我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我的人际网络也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派过一个名片。大家觉得你做生意没有这个名片怎么行？那我就不做因为不是我的擅长我的擅长就是我的 ideas， 我的想法，是吧？所以我知道了之后我是更加的做回自己。你不喜欢我 too bad， 自有欣赏我的人，我更加能绽放我的天赋出来了。当然我的天赋又不是 Rich 的天赋，
所以我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不会说，哎，爸爸这样成功了，你这样去成功吧就是哎，我们生动一点，我好久没有做这个事情了啊。这个以前在线下课程的时候有这个比喻啊。Rich， 你把眼镜脱掉。好，然后呢？你是不是很迷茫？现在看不到镜头？确实最少啊。那这副眼镜我一戴就看得很清楚了，你试一下，看得肯定很清楚啊。努力一点，还有老花一点，还有老花。明明我可以的，为什么你不可以？你有什么问题啊？哎呀，你再努力一点，你不努力，你以后没用的啦，你以后找不到老婆的啦，找不到工作的啦。哎呀，你看这个 work on me， 我行啊，我看得行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你眼睛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很可笑啊？对不对？你给我了。所以但是有多少的家长告诉他们的小孩子，这是我成功的方法你要照着我成功的方法去成功，有没有共鸣，对吧？有没有人你的父母是这样对你的？把今天的影片这个转送给你的父母看一下。by the way 刚才我那个是不是很有创意，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者的一个特性了，对不对？我会想一些人家会记得的东西，记得一辈子的东西啊。那在你08年之后你是做了教育，也教了别人怎么样去轻松致富那过往你遇到了这么多学生，也包括你的儿子和女儿吧那他们面对迷惘，或者是他们面对他们人生问题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开导他们的呢？你有没有迷惘的时候？有啊，那你怎么找到了你的清晰度？这个你看不看到我没有给答案给他，我是问他问题的。其实是当时候会很迷茫，但是事后回看的时候，原来就这么一回事。我有没有给答案给你？算是启发性的一些提问吧，没有一个实际的答案。所以我没有给答案给他，我也没有给答案给我的学生，但是我有提问，我有给启发性的提问，对吧？这个就是学问，我们要学会问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不是说我之前14岁休学嘛，那休学之后有一段时间是那我应该做什么呢？在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是确实挺迷茫的。你有没有在家里躺在床上躺了很久？有啊，就你老爸有没有叫你起来干工作？有点像雷军那句话吧，就你要躺平的话没关系，就躺一会儿。所以我也是让他躺平的，对不对？孩子成长不能急的。我看他躺在家里床上什么也不做，因为他没有找到女朋友哎呀，找到女朋友他自然起床了，不需要我把他叫醒床了。叫醒他的不是梦想，不是老爸，不是闹钟，是他的女朋友身边人了，对不对？现在是那只鸟了，对不对？对，这个对吧？他很喜欢看鸟，所以你把工作变成你的热爱热衷的话，那唤醒你的就是你的热衷了。这就是为什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这么重要Love what you do， 对吧？爱你所做的，或者更好的是 do what you love， 做你所喜欢的。OK， 那我之前呢也收到了几个同学的问题，可能那些观众比较年轻，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他们是刚刚毕业，他们毕业了之后找不到工作，或者是现在在面临着下一个人生阶段，他们毕业了之后需要找工作，或者是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迷茫。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的所以找到这个接口是很重要的，有一份工作在等你，对吧？就像有一个你的配偶在等你一样，你找到了之后，你喜欢那个工作，那个工作也适合你，那是最幸运的那如果这个现在年轻人刚毕业，我倒觉得第一个就是作为他们家长的要给他们点空间不要整天给 advice 给意见其实给意见的家长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么成功，自己也是中产，自己也没那么成功，也不是李嘉诚，那给什么意见，对不对？你是李嘉诚，你是巴菲特，给点意见可以，自己如果也不是那么成功的，所有的意见只是limit 局限了下一代，我们希望是下一代超越我们的，对不对？我希望是 Rich 超越我的，所以我给他任何意见只是把他最多做到了像我那么好
很大的可能没有像我那么好，因为很适合我的那条路不一定适合他，所以他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还没有做到像我那么好，因为他是在走我的那条路，做我的那个工作的策略，所以到最后他还做的不像样，我还责怪他你怎么这么笨，对吧？但是他要找到自己的那个七环对齐了，打开的，找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工作，可能以后他的成就要比我厉害10倍、20倍、100倍、1000倍那做家长的当然是希望了，对吧？第一个建议是给做家长的闭嘴了，反而不是给学生，不是给下一代，反而是给上一代。以前有本书，标题好像是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只有误导他们的父母就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天才啦，直到他们的父母啦，这个老师啦，把他们的固有的思维局限了他们这个你刚才也说嘛，我是给了你好多启发性的问题，然后你自己去找答案，我的摸索出来的方法都放进了我的课程，因为我是个教育家，08年开始我是把我自己这个迷惘摸索找到的路怎么找到自己终身喜欢的路事业等等等等，变成了课程系统化的去教我的学生这个不是卖课程，但是就是我能把找到的方法都变成了课程所以在那个轻松致富的课程里面，我是问问题。我之前讲过，我上课的时候我去模仿某一个人成功，这就是麻烦了，使得我怀疑人生了。所以我的课程里面是问问题，使到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样的话，我过去也有好多学生，他们每一个人是找到自己的答案，而不是我这副眼镜行，来你们戴，那没有一个人是能最适合戴这副眼镜的，除了我之外，对吧？但是我通过一些问题使到他们找到那条路所以如果是现在毕业的学生，我会问你几个问题，有哪一份工作你愿意做到80岁？假设你有90岁，你愿意做到90岁，只要你身体还可以，你睡在病床上还在想那一份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假设你成功了，有亿万富翁的身家了，一辈子10辈子都用不完钱了，你还愿意做那一份工作？我现在用不完钱啦，对不对？我还在做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了，对吧？所以有哪一份工作，就算你变成了亿万富翁了，你看今天巴菲特、李嘉诚当然他们刚刚退休，因为真的是做到身体差不多。你刚刚说90岁嘛，他们已经过了90岁了。对啊，他们是做到真的是叫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他们的价值可以提供。所以巴菲特、李嘉诚好多的亿万富翁老早就不用做了，但是他们还是热爱，还在做他们的工作。还有好几个问题，但这2个先给大家先来一个前菜试一下。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优点假设现在把时间快速的 fast forward 到了你80岁的时候了，你有5亿身家，用现在的那个购买力5亿美金身家，80岁你会设计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给自己做？看股票确实这个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也不能说工作吧，一个喜好只是顺带的把它变成了工作。所以80岁还会看股票？只要我眼睛还可以没有老花什么的，应该都可能你的交易的风格要变一下。对，变一下这个没问题应该要学我多一点，因为你那个时候脑袋肯定慢了。就你那时候就开始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是appreciate 788的那些老人家的投资方法，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某一个 AI 帮我来去操作了，我可能风格上肯定是会转变的。OK， 投资或者交易这个可能到时候可能会有改变。那除了股票还有什么呢？我是一个蛮喜欢分享的，无论是分享我现在的，大家快点订阅，80岁的时候再继续看富有话说那时候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我不记得了，讲什么？到时候你应该120岁了吧？应该没有，我在上面看着保佑你你到时候我坐他那个位置，这样跟我儿子说，你戴我这副眼镜试一下。这样富有，你太老土了。现在的人哪里有听 podcast 的了？把这个 chips 放进这里就叮
搞定了，你还这么 out， 哎，OK， 创造者，有时候真的跟不上他这个天马行空的创造者，你的转速太慢了，创造者转速很快的。你看马云啊，怎么Elon Musk讲话都是来不及，嘴巴来不及跟那个脑袋的。那你是什么道？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呢是一个宣道者啊，那其实如果看那个测试报告的话，其实就在创造者的旁边啊。那我擅长的是讲话，或者是擅长去释放我的个人魅力。大家觉得他有没有魅力啊？在留言区写一下，给他一个真实的、不要擦鞋的意见。觉得他有魅力的，在留言区写一个1，或者是有魅力。觉得他胡扯的、bullshit 的，一点魅力都没有的，给他一个0。还有就是我个人是比较擅长讲话或者是做节目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蛮擅长去梳理那些话语啊、句子啊，或者是把我想带出的概念或者是想带出的 point 把它讲出来。虽然现在还是在一个逐步学习还在一个初步的阶段，但是我认为我是做这件事情相对于我做其他的事情会没有那么擅长。这宣道者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叫有春生的能量，春天的能量，也有夏药的能量。那什么叫春天能量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新的想法像春天雨后春笋，这个新的 idea 那个 idea 出来了，对吧？所以它也有很多新的 idea。夏药能量什么呢？很热情喜欢跟人在一起其实我不太喜欢跟人在一起，我喜欢有 ideas 来交流没话讲的话，我很怕人的你去看鸟，你是跟人谈话多还是去看鸟多？都有。我觉得你以前踢足球不是为了踢足球，是希望跟人家一起。它是人的动物就是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对吧？所以呢，宣道者有人的那一个能量的时候人缘会好一点而且所谓的魅力我们有时候会得罪人，我们有时候会搞破坏有破坏力或者我们有时候讲些笑话可能是人家听不懂了，有点不知道到哪里，太离谱了。创造者也会闯祸除了创意澎湃之外，有时候太快了会闯祸。比如说做富有话说这个 podcast， 我不会去访问很多很多成功人士因为我那个人那一边不是我的强项。但我相信张富有Rich， 我只是一个开荒牛，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更加成功的人士来到这个节目被这个张富有采访来一起来交谈。他是从人方面去学习的，我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总结，想出来的东西去学习的。他是可能是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从对话当中学习的，所以他想到了这一个富有话说这个 podcast， 而我马上觉得他是找对了路走对了路，找对了方向，所以我马上支持的。我觉得这个我开荒牛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不同的人来做的那他有什么做的不好呢？我观察出来你有没有开了一个头的东西，后来忘记去接尾了？确实这个也有，对吧？那你的对面是直道者和守道者，他们的时间观念把东西做完，脚踏实地把东西一样样执行出来，做完是非常厉害，对吧？你看看你太太是你的对面，她要把一样东西做完，做得很完美，很细心做完，是不是所以呢你跟你太太就是互相互补了，她的强处正好是你的缺点了，对吧？你做事情很多时候会粗心大意，对，开了个头就没了，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上课，哎呀，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完为什么不脚踏实地一步步去执行怎么样？又出去讲话了，又找人去讲话了，一讲话就没完了，这个时间观念很差，一讲话可能把时间都忘了，有没有这个是不是这个反应它是自动有这个共鸣的这个就是你的 timing， 你的时间观念一讲就没有了你是跟人在一起，你不是在看这个手表的那很多其他的课程就说，哎呀，你这个问题这是你的缺点，你要改变。但我们更加鼓励的是找一个拍档那你太太就是你最好的拍档了。我不知道你是
是不是刻意的找了一个跟你互补的？你太太的性格跟你是完全对角的、互补的，所以她不擅长做的你就擅长，你不擅长做的她可以补充你的。这个也不算刻意吧，就是你第一眼认识他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哦，他是一个守道者，哦，他擅长这些东西啊，刚好是能互补我的。就一开始你肯定不会想到那么多，跟你太太多不多吵架？偶尔会有一点，但是很快会就和平。因为你们两个对角嘛，吵不起来啊。但我妈跟你应该是经常吵架的，而且也吵了之后要很长时间才慢慢好的。这个是七爸爸不为人知的一面啊。没有，因为这个能量太接近了嘛，你吵的时候有那个频率很接近的时候会吵很久嘛。你频率不一样的，没有共鸣吵不起来的，对不对？这是物理学呀。你的频率很接近的时候，你才有对话可以吵架，你一句他一句来骂的。你骂了之后他不回，你就没有继续骂下去了，你家庭就不会吵架了。好，那上一次影片当中你讲过，就是现在如果刚刚毕业或者是现在的学生，应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之前学到的学校里面学到的全部把它忘记啊，把它撇除掉。那下一个问题来了，我现在把那些东西忘了之后，我现在应该学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你就去学，成为那一个人所需要的我叫内心世界的 OS 这个系统、操作系统、思维系统。为什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学校里学的东西把它放下其实前提是我们想成为富人，我们想成为亿万富翁或者是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对吧？现在的学校的体制是工业年代设计出来的，工业年代设计出来的教育体制，目的就是把一个进去的小学生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成为一个好的职业人，好的打工仔，好的专业人士。 OK， 所以你在这10几年的教育培训时候，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了一个中产的脑袋但是现在做专业的中产的都被 AI 在淘汰，所以我们不想待在那里不想这个一辈子做个医生，一辈子做一个律师，或者一辈子做个工程师。如果你愿意一辈子做工程师，又不被 AI 取代，没有那个危机感的，那没问题以前不用改是吧？那现在不行了好了，那现在的机会在哪里？可能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可能是一个人通过 AI 创造很多的价值可以在世界某一个角落，在你创意澎湃的时候工作，平时就休息游山玩水。如果你是想望这种工作，或者你做成了像李嘉诚马云Elon Musk 这些超级的亿万富翁的，对吧？那你的脑袋思维需要换一个新的 OS 我这个以前也举个例子我以前还有那个放了一个 Nokia 的手机，你 Nokia 手机打开100次不会变成一个 iPhone 的画面，为什么？因为操作系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改变自己的脑袋的话，你想成为亿万富翁，你想成为某一个很潇洒的自由工作者，不可能。因为你就叫那个 Nokia 手机打开变成 iOS 的画面，不可能。努力点工作啦，就是开多几次开多几次的手机还没有变成 iOS， 你说你这个手机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这就是传统教育或者是以前人艰辛努力了，永不放弃了，试多几次啦，你试试看这个。所以我以前的课程里面有一个这个 Nokia 手机开1万次，人家的学生就说了，不要那么傻了，1万次都不会变成当时这个 iPhone 是很酷的当时我那个课程是08年出来，有一个 iPhone 3是很酷的，对吧？你那个 Nokia 手机开1万次都不会变成 iPhone 的画面出来。 OK， 所以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成就有什么财富，没有什么财富，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工作，没有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财富，这个叫有是做有的有
有是一个外观世界，外观世界其实是一个我们内心世界的投影。我们内心世界我们叫视作有 be do have，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富有的人，我就自然有的富有的思维，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就有的亿万富翁的思维格局价值观等等，对吧？这个内心世界的视野格局价值观人生观判断力等等等等全部在我脑袋里的，就形成了我人生有的外观的世界我教了10几20年的课程，对吧？来听的课的人一样的，包括现在听我股票的人来听的人都听我讲的同样的东西。有人的成绩很好，有人的成绩烂得要命。有一个同学你知道谁，我们不开名字，都没改变，所以他永远在那里经常苦得要命，因为他没有改变内心世界，对吧？所以他学我做什么因为或者学 Rich 做什么，我做了这样，我做了那样，我做了这样，我做了那样，做只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到外观世界的一个桥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改变内心世界的话，人家就觉得七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做，我做不到嘞，因为他没有改变世界，对不对？举个例子，我要成为了基督教徒，我就会做基督教徒做的事情。我要成为一个和尚我是个和尚了，我可能就吃素了，对吧？很自然的我就吃素了，我不杀生了，我要天天念经了我成为基督教徒了，我每天吃饭前会感恩了我会去教会了，对吧？这个做是什么样的人自然的东西，然后就有了那个结果啦。我可能基督教徒就有了弟兄姐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了我成了这个和尚了，我可能头发就没有了，没有也是有的一种，对吧？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毕业之后，如果你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打工的被淘汰，现在还要是被淘汰被 AI 淘汰的打工仔的那个 OS 的话，那你的命运只会是被 AI 淘汰，然后是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在那里怀才不遇对吧？但是你今天换成了马云啦雷军啦任正非啦 Elon Musk 啦，那你看出来世界都是充满了机会了，因为你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迷茫除了 AI 方面的，或者是在事业方面，或者是家庭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迷茫呢？或者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没有迷茫AI 也没有迷茫AI 世界变得很快，我要去探索，我要去学习，但我觉得有时候没有一个清晰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健康的这个过渡期。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会去探索。我最近又想了一个知不知道的7个层次出来，最底层的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是最差的，对吧？然后呢，你知道你不知道，这就很好了，对吧？所以我知道我不知道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寻找答案，让我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转变。我们上个星期影片里面也讲过，就是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教育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交白卷有可能是最好的，对，就是你现在不知道很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探索的一部分。但你在学校里不行，对，老师问你，你说不知道，你肯定是被笑了，被骂了，对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觉得迷茫，但其实我们只要思维转变一下其实现在只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担忧迷茫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不如这样，我们给观众们一个功课，好不好？你们在留言区写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可以写下来OK，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差的比不知道还要最差是你以为知道，但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了，但你不知道，这是最差的，最致命的，我觉得是。对吧？所以你不知道也是不好的，但你本来是不知道，但是你以为你知道，这是更加的糟糕。
所以5年后 AI 改变了世界，我们的工作将会是什么？应该是我不知道，但你感觉你知道，这是更糟糕的。OK， 所以我有7个层次啊，知道和不知道中间有7个层次啊。我刚才只讲了最底下那3个，以为你知道，但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然后你开始知道了你不知道啊，还有继续探索下去，有缘分再跟大家分享。好，那非常感谢七法法接受我的采访啊，今天的采访呢真的是价值满满，非常高质量的。那我们也邀请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七法法的，或者是下一期的主题你想问什么的啊，你想我们讲什么的，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那我是 Rich，我们下一次再见。